Hello， 我是徐人 Tuber 露露露。这次要带来的是关于4月16官方在 1.5 版本中直播的重点总结。若是在直播时没有时间看，或是懒得看那么长的记录档的话，这里露露将会整理相关的重点。这次真的是释出很大量的情报哦。露露这边也都按照同类型，并且有系统的分类好，帮助你快速了解。影片将会分成以下重点：角色卡池、新角色、新武器、新摄影物、新怪物、新剧情、家园系统、系统优化、新版本活动和到期前预告。影片开始前，若你还没有订阅露露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先订阅一下哦。首先是新老婆冰属大剑优拉，也是蒙德骑士团的一员。由整体的技能组来看，主要的角色定位会是物理主 C， 也是雷泽的上位。大招的伤害倍率非常高，喜欢玩核爆的可以透过优拉来玩物理核爆。也因为后续圣经螺旋将会加入迟滞之水的 debuff， 因此物理伤害队伍也将会是后续的一个新亮点。作为原先的误伤队主 C 的雷泽，在优拉之后或许也可以稍微卸下重担了。关于优拉的强度分析和抽卡建议，后续等优拉卡池出来后，露露也会再做相关的解说影片。接下来是新的4星角色，是和该与类似的璃月半仙之兽。虽然到 1.4 版本已经拉强了部分属性的强度，但至今火属还是非常通用的属性，因此火属性又搭配法术的配置来看，烟飞应该不会弱到哪里去。从整体技能组来看，烟飞感觉还蛮像是香菱锅巴的人形，都是可以喷火输出的角色，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成为可莉的下位替代哦。也因为烟飞是和后续要复刻的钟离同一个卡池，因此或多或少都可以加减在抽钟离时抽个一只。话说你们都是念烟飞还是飞燕呢？我都念 Kia。钟离在先前刚推出的时候爆发出一波不小的争议风波，在那之后钟离也进场维修，而后 1.3 版本后钟离也实至名归的帝君归位，总算成功出院。在目前的辅助类角色中，可谓是 T0 等级的强度，因此建议还没有钟离的玩家务必把握这次钟离复刻的时机，建议都至少抽到一只灵命来优化自己的游戏体验。虽然定位在辅助的钟离作为副 C 的能力也十分出色哦，有一只钟离绝对保值，主 C 有可能一代换一代，而强力的辅助可以放在所有的队伍，有效提升你的队伍上限。这次也和先前版本一样，推出了一把全新的5星武器。当90等时，攻击力会是全武器最高的741，而附属性则是物理伤害加成 20.7%。若是精炼5，则是能够来到 32% 的误伤加成。普攻或重击击中敌人时会产生符咒，累积4枚符咒后，可以带来12秒的 24% 攻速加成和 40% 的攻击力提升 ，CD 为20秒。以物理主 C 的角度来看，是相当 OP 的武器。从外形上来看，应该也会是优拉的专属武器哦。这次直播中也释出了未来 1.5 版本中将会推出的2种圣遗物套装。千言牢固基本上就是为钟离量身打造的圣遗物，2件套可以提升生命值 20%，4件套效果则是元素战技命中敌人时，可以使队伍中所有角色攻击力提升 20%， 护盾强效提升 30%， 持续3秒。每 0.5 秒效果触发一次，即便处于后台时，效果仍然可以发动。这套圣遗物主要是大幅提升钟离的辅助能力，若是作为副 C 的话，输出能力会减少。元素战技的部分，钟离的珠子在场上，而钟离处于后台状态时，效果也可以触发。攻击力提升 20% 的加成和宗室套装是一样的加成倍率。以往队伍中有2名辅助角色都带宗室4件套装的话，是没有办法同时叠加 20% 的加成。但往后若是一人千言牢固4件套和一人宗室4件套，就可以叠加到 40% 的攻击力加成咯。而唯独比较不方便的点是持续3秒 buff 叠加的部分，是要能够让元素战技持续命中敌人来触发效果。当钟离的珠子在场上时，释放震荡波，要能够持续的攻击到附近的敌人，因此后面有一命钟离的话就会方便不少。而若是要持续保持有柱子在场上的话，点按一技能可以快速放柱子，但是就无法造盾。也因此，若是有2命钟离的话，陨石砸下后形成护盾的功能就可以弥补这套装的缺点。总而言之，如果已经有幽谷2件套和宗室2件套成型的钟离玩家，并不一定特别需要刷这套。而若是单纯将钟离当护盾工具人，或是刚抽到钟离没有任何圣遗物的情况下，可以凑千言套装。需要生命值的辅助角色，或是能够藏住元素战技的角色，另外也有芭芭拉和七七。芭芭拉藏住水环触发 buff 状态外，还能够增加自身补量。七七一技能可以持续触发攻击力 buff， 搭配祭礼剑刷新一技能冷却后，可以无缝接到攻击力加成30秒。以上是洛洛的一些想象，后续等圣遗物实际推出后，会再尝试看看实际效果。
这套苍白之火也看似就是为优拉量身打造的圣物套装，2件套可以提升物理伤害25%，4件套则是当元素战技命中敌人时，攻击力提升9%，持续7秒，可以叠加2层，每 0.3秒最多触发1次。叠满2层时，2件套的效果可以提升到100%。虽然从圣物的外形来看和优拉非常适配，但整体的效果是适用于所有的物理角色的，像是雷泽。因此，若是本身有玩雷泽当主 C 的肉也可以考虑刷这套给物理主 C， 得到更好的加强。这2套圣物也会在地图上实装2个新的圣物副本。如果肉们对通关有需要攻略的话，也可以在留言告诉肉哦。这次的复刻角色钟离和新角色优拉也都将推出个人的主线剧情。钟离是传说任务篇章第2幕，剧情中也会看到这次新的 BOSS 惹陀龙王。后续剧情推出后，也会再跟肉们一起在直播时同时收看哦。另外，邀约任务也将新增2位人物，诺埃尔是开启第2幕，而全新的邀约任务主角是萝莉迪奥娜。哇，这是要攻略萝莉的概念吗？ FBI open up！ 惹陀龙王是诞生自盐元素神水的魔龙，和蒙德的风魔龙特瓦林是类似的存在，看上去是一只蛮凶残的 BOSS， 也是后面新的周回常驻 BOSS 哦。每周功课又多了一项要做的事了呢。只是为什么这张封面的惹陀龙王拍摄角度看起来长得很像？根据生物志里面的记载，炎龙蜥是会进化的。那么假设古炎龙蜥是幼炎龙蜥的阿公的话，那么惹陀龙王就是阿奏了吧？顺便问一下，大家都念陀螺王还是肉陀王呢？五象系列也将推出全新的 BOSS 无象之兵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会掉落优拉需要的突破素材，因此需要培养优拉的话，也需要预留一些数值，准备在后面开始大刷特刷。预计的出没位置将会在龙脊雪山迷龙谷的西南方向。也因为雪山地图对于新手来说是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，而且版本更新至今也不会有比以前 BOSS 更弱的怪，因此后续洛洛也会在制作相关的攻略内容。这个深渊使者紫电看起来很像深渊使徒一样，为同系列的好麻吉，预计会在后续的副本和深境螺旋中登场，也会带有凡人的扣元素能量的技能。在 1.5 版本中推出后，达成一些条件就可以开启家园系统。当家园系统出来后，以后再也不用在原神里面睡公园喽。家园系统一共有3种形态，只要和家园的管家达到一定的信任度就可以解锁。除了可以布置自己的家园外，也可以和好友联机，再把自己喜欢的角色放到家园里面。肉肉们不知道有没有产生什么大胆的想法呢？布置家园的过程中需要制作家具，而家具需要用到许多素材，应该也是要从除大地的过程中来搜集，又有拾荒捡垃圾的动力啦。布置完成后，也可以再到朋友的家园里面参观，到时候应该网络上也会出现很多建筑大神们的作品吧。这次的新版本活动完成后，将可以获得一只迪奥娜哦，是一只很不错的4星小冰奶。整体的活动内容也算丰富，也可以获得相关的原石、素材和摩拉等奖励。导能圆盘可以自己选择难度，难度越高，获得的奖励就越丰富。在活动中，只要使用的角色等级总和越高，所获得的 buff 加成也会越多。也可以使用好友的角色。副本中出现的敌人也会有主线出现到的深渊使徒。迷城战线中只能使用系统所指定的角色，并根据任务的提示和地脉的 buff 来选择合适的角色挑战。副本中也需要解谜和对角色有一定的了解和操作。折界密宗是用丘丘语来跟丘丘人交流，借此寻找大尾丘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暴打大尾丘拿家具奖励的活动。精通已有，主要是在活动期间内每天有3次以上的上线，让角色天赋素材双倍产出。可以在活动前先看一下有哪些角色的天赋素材有缺，再准备后续的规划。弓形迷踪就是官方版的捉迷藏，游戏玩法是一名玩家作为猎手，在一个区域内于限定的时间中找到其他作为游侠的玩家，游侠可以变身为游戏中的场景道具来混淆猎手，感觉超有趣的。后续的系统优化主要有4点。比较需要注意的是，后续每周前3次挑战大 BOSS 领取奖励时的消耗数值会减半，每周将可以为我们节省90点的体力，以及多人联机时角色好感度或许翻倍。过程中也预告了原神将登陆 PS5 平台，除了相关的画面升级之外，也支援 4K 的解析度，也会优化读取时间等等。接下来就是很多肉肉们敲碗很久的到期城相关内容。从直播画面右下角可以看到一个 Q 版人物，是钟离请来的老熟人，也是雷神巴尔的老熟人，来自到期城的8重神子。从他口吻叙述中称呼甘雨为姐姐，应该也是一个具有重要地位的角色，也应该会是后续会推出的卡池角色。带来了到期城相关的场景预览，具备浓厚的日式风格。按照顺序来看，到期城也会是第3座主城。
关于先前一些盗七城的情报，从芭芭拉的语音中也可以听到他说，在海对岸的盗七城有蓝色的树林，以及璃月港也有一个日式风格服装的 NPC 竹子，也有提到盗七在海的另外一边，因此盗七城应该就在地图右侧的海上，并且需要搭船才能抵达。以上就是这次关于官方 1.5 版本前瞻直播的重点整理影片。这次释出的内容真的很多，希望帮助有需要快速了解版本内容的肉肉们吸收。有其他问题也可以在底下留言，肉肉都一一回复。觉得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。若是想支持肉肉的频道内容，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肉帮会员，并成为正式帮众。最后喜欢肉肉的影片，可以点击喜欢，给肉肉一个鼓励。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，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。我是训练 tuber 露露露，我们下次见喽！